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真的，我作为一个家乡人，我特别的自豪，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特别感谢你们。这是一场复仇之战，也是杨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场比赛。杨建平毫不手软，疯狂怒摔韩国名将，只因为在此之前，韩国选手金立硕手段太残忍，比赛中将中国选手严希波残忍地掰断了手臂。然而获胜后的金立硕见中国选手痛苦万分，竟然还一脸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中华猛虎杨建平看到这一幕，立马冲上擂台为同门师兄弟打抱不平。然而对手却当众怒推杨建平，完全没有把杨建平放在眼里。然而面对韩国选手的嚣张挑衅，杨建平丝毫不惧。还当众向金立硕下了生死挑战书，既分高低，也决生死。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他便是韩国名将金立硕。好，这家伙长得好像是个泡菜坛子，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他的脑型啊，这完全就是个泡菜坛子。好，这个金立硕非常的恶心，在上一场比赛呢，手段极其的残忍，将我们中国选手严希波，观众朋友们啊，活生生的掰断了手臂。然而这个小子啊，非但没有任何同情心，而且还当众得意洋洋笑了起来，嬉皮笑脸的表示中国人的胳膊像筷子一样脆弱，不经打。这一番嚣张的言论和嚣张的态度引起了我们中方选手中华虎杨建平的不满。好，没有错，眼前这台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中华虎杨建平。我们都知道杨建平打日本人打小鬼子非常的厉害，但观众朋友们，杨建平打起韩国人，打起这个泡菜选手那也是极为拿手的。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之处，因为本场比赛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而是一场签下了生死合同、签下了生死状的生死之战。杨建平主动申请跟对方签下这个生死挑战书，既分高低，也决生死，打死不偿命，打死不负责。和这个古代比武呢差不多，只不过这场比赛呢并不是点到为止，而是打到废、打到服为止。好，注意看两位选手一上来，完全没有试探，尤其是杨建平。我们仔细看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杨建平，人送外号中华虎。我看杨建平比赛开始火气，这个火气是非常的大。好，仔细看，处于上位的便是杨建平，现在处于下位的便是韩国选手金立硕。这个金立硕在韩国非常的出名，特别是家喻户晓。但是观众朋友们，归根结底只能说这个韩国呀太小了，这个屁大点的地方，稍微一出名就全知道了。如果你在韩国一晚上腌了10坛泡菜第二天都有可能上新闻这个新闻会报道说你腌了10坛国宝。因为这个泡菜我都知道是韩国人的这个宝贝。好，我们看两位选手现在的战况呢是非常的焦灼。虽然说杨建平拿到了一个上身位，但是他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少对方的话是一个老树盘根而且我们注意看杨建平捂住了脸，这并不是害羞，而是怕对方把他帅气的脸庞打坏。因为这个杨建平的确长得非常的帅气。好漂亮，杨建平逆时针的一个旋转。这里我们注意看旱地拔葱，旱地拔葱又来一下。杨建平，观众朋友们，他的这个臂力太恐怖了。好，注意看这个金立硕赖到了地上，又耍起了韩国人专属的这个无赖打法。可以说有90%以上的韩国选手，观众朋友们都是这副德行。注意看，这个家伙还展开双臂挑衅我们。
好漂亮哦！这个低扫非常的重。那目前来看，在战力水平上来讲呢，杨建平啊，明显还是要更胜一筹。因为这个杨建平呢，本身啊，他也是我们国家拳击队出身的。包括我们看杨建平的走位，他的脚下步伐都是非常的灵动。现在杨建平就是凭借这个灵活的优势啊，进进出出，哎，漂亮，过肩摔！我的天哪，杨建平这个出其不意的打法，观众朋友们确实太令人兴奋了。当然不得不讲，这个韩国棒子很抗揍啊，不会是棒子。看来这个棒子不是空心儿了啊，可能是实心儿了。我们注意看这个韩国选手金立硕的双手呢放得非常的低，这是种非常不尊重对手的一个表现。哎呦，漂亮！这个偷袭速度啊太快了。哎，又来了，观众朋友们又来了。哎呦，这么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板吗？如果你很喜欢睡觉，一会儿让杨建平满足你。现场的裁判并不是很给力啊，这个时候应该叫停的啊，理论讲应该叫停。因为双方啊，我们注意看没有太多的一个动作，对方呢就是耍无赖，而杨建平呢也不想打地面。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但是看这个韩国选手啊，依旧是没有起来的意思。赶紧联系一个这个抓狗的、收狗的，给这个韩国选手给他抓走啊！好，温超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非常的解气，但同时啊也有一点生气，因为这个韩国选手啊太无赖了，打得非常的恶心，非常的卑鄙。好，双方的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好，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杨建平，中华虎；蓝方选手白色短裤，就是上一场比赛啊掰断我们中方选手手臂的韩国选手金立硕，他是一个韩国名将，非常的出名。好漂亮，这个侧踹非常标准，再来。这是我们中国散打里面的招式。这个金立硕他的这个战力水平看起来非常的愣，感觉他就像是一个这个大脑发育不健全的人，这个肢体啊都很生硬，感觉是有点像脑瘫啊，像中风了一样。哎呦，我们看杨建平打得非常灵活，很聪明。啊，这个金立硕呢想反击啊，但是呢找不着突破口，主要打不着，因为杨建平这个撤退速度太快。哦，漂亮，偷单腿，这个时机抓得太准了，太准了！对方出腿的一瞬间啊，被这个杨建平啊抓住了这个机会。好，看一下，先属于上位的便是杨建平，下位的便是韩国选手金立硕。杨建平一定要小心对方的一些锁技，因为上一场比赛呢，这个我们中锋选手严希波啊，就是上身位的优势位，然而被对方啊抓住了这个掰手臂的机会。
好漂亮！哎呦，又一次！杨建平这个抓实心的能力和反应速度太快了，而这个韩国选手这个动作慢，速度慢。我敢打赌，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家伙绝对是这个泡菜吃多了，这个脑子吃的不好使了。这场比赛，杨建平让这个韩国选手能打得非常难受。这个金立硕很想来拼拳或者来拼一拼，但杨建平啊撤退速度太快了。我们打完就走，也是发扬起我们的这个游击战的精髓。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目前来看，杨建平呢还是有优势啊。这场比赛杨建平呢之所以要和对方啊签下生死挑战书，正是因为这个上一场比赛受伤的这个人啊是杨建平的师弟啊，同门的师弟严希波。那当然严希波也很厉害啊，那曾经有一场比赛12秒 KO 这个日本选手。这场比赛杨建平也算是出头。好，看一下双方的龙边对局。这场比赛实际上无论怎么看啊，感觉这个韩国选手的体型，我觉得都是要大于杨建平的。这场比赛可能是跨量级挑战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回合了，双方也是直接开打。第二个回合，两人保存了很好的体能，所以说到了这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战力上明显打得更凶了，而且这个金立硕很着急，我们能直观的感觉到这个金立硕是有些这个慌了啊，着急了。好漂亮，单腿进入到地面。这一回合注定是本场比赛的高潮点。好的，杨建平再次拿到上位。这杨建平这个把对方啊拖到地面的招式可真多呀，还有10000种方法让对方进入到地面。而你看这个韩国选手他又来了，又躺在这块儿。我觉得实在不行我们就踹他的裤裆吧。虽然说不讲武德，但是观众朋友们，对待流氓你就必须得用流氓的方式。所以你看对方啊，就像这个爸爸不给孩子买玩具啊，这个儿子躺在地上哭。当然我们是爸爸，对方是儿子。好，双方又一次地面对局。本场比赛双方所有的这个地面战啊，杨建平都是拿到上身位的优势位。所以说本场比赛无论是打分啊，还是说按照压制时间来算啊，杨建平呢都是有优势的。好，又一次没劲儿了，双方的体能啊现在都是有着明显的一个下滑，不只是韩国选手，杨建平也是。哎，要小心，两位选手。哎呦，这个裁判多亏是比较及时。这是本场比赛裁判唯一的一次作用啊，拽了一下绳子。
哦，的确是没劲儿了。这个金立说，我们看啊，双手都已经是没有力气啊，在拿高了。但是他的意志力很顽强，依旧是追逐着杨建平。但是我们看杨建平依旧是很灵活，双手呢这个站姿啊、抱架都是没有松懈。好的，再一次，哎呦，这个金立硕，我估计回去之后就苦练摔跤了，防不住，根本防不住。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了，一场长达15分钟的中韩对局。15分钟，双方打的的确是非常的精彩，但是无论怎么看，我相信啊，懂拳和不懂拳都能看得出来，杨建平的这个优势很明显。不止一次把对方按到地上，而且呢还有多次大力砸摔。包括在战力上，我们的拳打得更准啊，分数也会更高。好，让我们恭喜杨建平啊！本场比赛也是为自己的同门师兄弟杨延希波报仇雪恨了非常精彩。让我们再次恭喜，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